她让老公一大早就抓了一只大鹅，然后又套上一壶好酒，进而再拿出转让协议。她也没有多想，反正自己100年之后，这祖宅和耕地都是她的。来，快吃饭。吃完了饭，他就出了门。天黑之前，他还能多弄些柴火。儿子儿媳都怕冷，自己累一些也无所谓。见转让协议到了手，儿媳妇便提早开饭，一边吃饭，一边还把好吃的夹给男人。菜那么少，时间吃了吗？等老刘回来，还在纳闷为啥没有吃饭。我们吃完了，不知道啥时候。老刘转身走向厨房，想着吃点剩饭。他打开锅盖，里面却也空空如也。老刘这时也没有多想，赶紧吃了2粒止痛药。年纪大了，这风湿寒腿还真有些无法忍受。他喝水的时候多喝了几口，希望凉水能够抵住饥饿。毕竟他还要上山，晚上天黑的早。可真到了天黑的时候，儿媳妇又耍起了坏。炒菜的时候多放1倍的盐，可是放完之后又一想，还不如把这燕窝放在明面上呢。炒菜过后，儿媳故意在锅里填满水，她要为一会儿的争吵提前做好准备。老刘尝了一口自己爱吃的菜，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咸了，儿媳便风风火火地走进厨房，舀了1大瓢热水。咸的不吃，淡的也不吃。开水很快就浸透了门户，烫得他不住的后退。可他那孝顺的儿子此刻却只是呆呆地看着。居家团聚的夜晚，老刘自己走到了卫生所，他步履蹒跚，强忍刺痛，颇为无奈地拉开了诊所的大门。处理完毕，已是深夜，他踏着夜路回家，可这大门他无法打开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换了门锁。再向身后一看，自己的行李已经被扔了出来。老刘没有呼喊吵闹，反而顶着寒风前行，步行1个多小时，这才来到了大女儿家。大半夜的你咋来了呢？这腿上咋瘸了呢？大闺女心疼父亲，赶忙拿了些吃的。可即便是些剩菜剩饭，老刘却也吃得十分香甜。刘伟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大半夜的把爹赶出来了呢？说啥了？那腿咋的了？他70多岁能干啥？你说能干啥？你两口子也太不识人了，特别你那个娘们也太恶毒了吧！你别管我叫大姐，我不是你大姐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哎，我养就我养，怎么了？你等明天我就找你算账，等着吧你，两口子等着啊！大女儿去收拾屋子，老刘今天才算有了落脚的地方。大女婿满脸不悦，对赡养老丈人颇有微词。妻子怕老爹听见，便赶忙关上了房门。听着隔壁传来的争吵声，老刘也陷入了沉思。他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就掐灭了烟袋。为了不让姑娘为难，他背上了自己的行李，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大门。他靠着黄土抽烟，等待着有人来找自己。可直到日落西山，也没有任何人出现。没有办法，他只能找到了村长家。可是时间太晚，并不是办事的时候。他给老刘找了个地方，让他凑合睡上一觉。想到老刘没有吃饭，他翻箱倒柜才找到一包打开的泡面。幽暗的灯光下，只看得到老刘的剪影。他坐在冰冷的炕上，啃着过期的方便面。这辈子和儿女的时光，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眼前。村长把一家人叫到一起，准备谈一下老刘的赡养问题。我不养，他把点好处都给他小儿子了，凭什么让我养啊？我就打了5万块钱，你爹爹到现在多大了你也知道。打10万多好啊！我干啥偷偷摸摸的？净心虚。你说话挺好听的哈，那那你这哪人媳妇说话？偷摸说得通啊？偷摸的给钱了账，找你钱事儿是不是？怎么那么来？大姐和弟妹吵了起来，甚至还要动手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老刘气得浑身哆嗦，可他说不过儿媳，急得差点哭了出来。我不是把那个爹给花了，不都给花回去了吗？那也是我要的，我不要你能给我吗？你当我好欺负啊？这个事情就怨你了，你怎么不能留在养老地呢？我也不是没养，跟你说，我吃的喝的不是我管的。你管住了现在老头。不行，把房子要不凭啥呀？给他。凭你们不养老，那你让你给你这家去吗？把房子给我，我接家去。凭啥给你啊？那你为什么让我养？照着20呗，那钱都给老二了。那没给你啊？给我养了，给我。那你那些地房子哪来的？你盖的房子？就是我不得生活啊。你那咋养的？他养儿子不应该的呀。见双方都不愿意赡养，村长也没了办法，最后只能折中，由双方出资养老。儿子1年1000，女儿1年500，仅仅1500块钱，将是老刘1年的花费。而住的地方，则是村长给张罗的半山腰上一座闲置已久的破房。
房子没有玻璃，此刻正在四处漏风，交代了2句，村长也逃命似的走了。老刘见外面有柴火，便扛了一些，一半喂给老刘，一半则拿来取暖，取来一些白雪，放进了生锈的铁锅。当火焰燃起，顿时就冒起了滚滚浓烟。老刘被熏得咳嗽，就赶忙跑到屋外。这屋里屋外的温度上没有任何不同。他习惯了干净，便制作工具铲雪。哪知道走来一个男人，质问起他偷柴火的事情。老刘态度低微，说了几句软话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那人也就没再计较，甚至拿起工具还上手帮起了忙。一块塑料布成了他挡风的指望，不求保暖，只求寒风能少带走一些温度。犯了烟瘾，他就搓碎了些树叶，反正都是辛辣，不同的是现在有些苦涩。女婿率先进门，拿了些耐吃的土豆，外孙女放下馒头，看着熟悉又陌生的老人，女婿留下50块钱，就叫走了自己的女儿，让老刘那刚想亲近的心慢慢的冷了下来。村长再次上门，对老刘表示嘉奖，可说起赡养费，老刘却再次犯了难。2天的时间，儿子还是1分钱没给。村长给儿子打去电话，可挂了之后也是满脸无奈。那大儿子正打着麻将，一句没有时间就敷衍了一切。为了让老刘活下去，村长给他找了份活，虽说是数9寒冬的田里收玉米，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。可一条浅浅的沟子却拦住了他的脚步。老牛体衰，已经没了力气，而老刘不忍责打，就只能在后面推车。1人1牛努力了半个小时，牛车都未能移动分毫。雇主闻声赶来，更是满眼的怨气。哎呀，这村长给我找个啥干活的，连个牛车都赶不下。他拿起鞭子死命的抽打，牛车才从沟里出来。雇主扔下了100块钱，然后就转身离去，而老刘则失去了这份工作。没了工作，老刘开始捡垃圾。他在雪坡上爬上爬下，随时都有跌落的风险。可是为了活着，他也没有办法。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风言风语，大儿子撇下了麻将，找到捡垃圾的父亲，一脸的鄙视毫不隐藏。哎呀，干啥呢？你不讲究人，我还讲究人。我家的客人还有还没给人，你这孩子媳妇把我撵出来就不想给人。我们要给你钱了吗？你给我有费用了吗？你要给我钱，我还能捡破盖了。我找这家有土的钱都没有了。懒定客户，越来越多。老刘辛苦了1天，所有的破烂一共才卖了3块钱。他正在修补裤子，门外却进来一人。看老刘欣喜的样子，显然正是自己的小儿子。听闻大哥不给赡养费，他就要去讨个说法。老刘好说歹说，这才拦住了儿子。可小儿子话锋一转，便再次张口要钱。但老刘现在窘迫，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来口样。说完这话，他转身就走，不顾父亲想要多亲热一下的话语，并没有一丝留恋，只留下老刘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。锅里冒着白烟，老刘切了一些土豆，倒上买来的豆油，他就开始烹饪食物。只是那土豆并未削皮，却也在锅里欢快地唱着。虽说没有佐料，但他却十分珍惜。不知道攒了多久的钱，他终于买到了玻璃，一块块玻璃装上，似乎在象征着美好的生活。它们清亮透明，却始终都看不透人心。他把最后的粮食给了自己的老伙计，不合胃口，他还贴心的把它烫熟。老刘不住的给老伙计道歉，为了给自己治病，也为了让老牛吃上饱饭，他只能联系买牛的人家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最终定价400。给你400块，你还是买个啥呢？啊，那就不用你管了，这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为了留份念想，他留下了铃铛，可即便是钱揣在了兜里，他也依旧不舍。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，半夜闯进来一个男人。他不过老刘年老体衰，对着他就是狂扇耳光。一番逼问下来，老刘终究是没能扛住。你放心，我给装。我给装，我装好多了。一番搜索之下，他又给了老刘一个耳光，随后那巴掌就好像不要钱一般，接二连三的落下，直到从帽子里搜出那几百块钱，男人这才离去。而老刘看着空空如也的帽子，沉默的没有一句话。他赊了一瓶白酒，赊了一打黄纸，在父母的灵位前倾诉着自己的遭遇。他一直在说对不起，一直在给父母道歉。他知道自己死后便没人来看望二老了。蹒跚的步伐滋滋作响，无人的山谷寂静如空。他在歪脖树下抽了最后一袋烟，也坚定了必死的决心。老刘解开绑腿，挂到了歪脖树上。死亡的恐惧让他无眼出声，可是又毫无办法。
他试了试绳子的承重能力，然后就陷入了踌躇纠葛。想来这平凡的一生，只有此刻才算是不寻常。似乎是想明白了什么，他将绳子解开，带着一丝不甘，他来到了村诊所，用蹩脚的谎言骗来了2片安眠药。如此往复半个月，他终于积攒了小半瓶。他给自己买了个肘子，又赊了1瓶好酒。可是花生米入口之后，陈年往事却浮上心头。再看看自己最爱的肘子，此刻也没了胃口。他踌躇了很久，才将肥美的肉块送进嘴里，可连着咂巴了几口，也没有了以往的喜欢，甚至这花生米也变得如同鸡肋。他干下一大口酒，然后就倒出了所有药片，就着一缸白水，他咽下了这口死亡。好友来找他打牌，老刘却没了动静，接连把弄了许久，都没有一点反应。什么？1、2、3，撤了！操，顶了你！我操！行了。好友用尽了全身力气，这才将老刘掀了起来。而陷入沉睡的老刘，此刻也在悠悠转醒。看来这安眠药也不是太过纯净。村长给老刘找了公益律师，要帮老刘打一下赡养的案子，可听闻会给儿子留下案底，老刘便急忙拒绝。他担心留下案底会耽误儿子的前程。石头长，我不去做了。父亲不在，他只能自己铲雪。儿子在电脑前玩着游戏，与多少个曾经的日夜如出一辙。房主见他收拾好了房子，便把房子买了。村长答应老刘会再给他找个地方。他听出了老刘话里轻声的意味，便赶忙跟着劝解。老话说得好，好死不赖活着。你有一口气儿就能来，气儿都没了，你来谁去？我喝的累呀，我有劲来了。你不能这样想，你再看看咱们村有多少还不如你。你这样一想，不就能对付，再多活2天啊？搬家前的最后一餐，老刘用全部积蓄买了1袋酒，一口辛辣下肚，他便沾了沾盘子里的酱油。那冻得梆硬的馒头，此刻却像极了他心里的写照。相比于果腹，他更需要酱油的滋味。收拾好东西，老刘搬离了这里。在烟火璀璨的年30，他一时间无所适从。人生入冬，不可能再度逢春，生命回归原始本质，也更能清晰地明白为何而活。可最难过的就是不想活，却又不敢死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